一个没有特别安排的日常周末要如何度过？首先早晨起床想要变有钱，于是带着2小只去 ATM 提款，因为在台湾还是时常需要用到现金。这家店原本是50兰，但现在改成了北投红茶，看来贵妇们更喜欢在吃完卤味后来上一杯红茶，而不是奶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煮菜的奶爸狗狗。5年前从上海搬来台北生活，是一个2宝爸，同时在一家旅行社做美编。今天的第一个活动场所就是亲子馆了。虽然有段时间没来过亲子馆，但对于北投亲子馆，他们也算早就熟门熟路了，甚至连场馆的有些工作人员都认识他们。许久不见后，第一句话就是哇，那么大了。这种像邻居般的问候，总让人觉得特别亲切。亲子馆可以算是我在台北生活中最熟悉的一个场所之一了。2个小孩也是从小玩到大，交通方便，离家近，环境放心且免费，是北投友善育儿环境的代表。据我观察，北投的亲子馆除了会定期更新玩具和场景外，每一区的亲子馆也会有当地的特色。比如我们台北最靠北的北投亲子馆，就会有一些北投市场小摊贩相关的玩具，阳明山相关的主题，还会有温泉周边的场景、泡汤池、原住民乐器等等。而士林亲子馆可能因为周边比较多的汽车销售点，所以就设有非常多与交通相关的元素。在他们还小的时候，带2只去亲子馆也是一件麻烦事。这个要玩 A 玩具，而那个要玩 B 玩具的话，实在让我分身乏术。长大后就好多了，可以玩在一起。妹妹要拿我，可是我现在妹妹想要。当然也会吵架，让我现在还无法像一些大孩子的家长一样，悠闲地在一旁滑手机或者打瞌睡。当然，这是不太好的陪伴，不建议哦。亲子馆不光设施很齐全，儿童小马桶、小洗手台、尿布台、哺乳室等等，内部还有一个幼儿厨房，时不时会举办一些亲子做菜的活动，全部免费。玩完楼上，时间还充裕，我们就去楼下看看。楼下较多是体能相关的器具，场地很大很空旷，看起来像可以跑一跑的样子。不过最好还是不要啦，容易撞到其他人，工作人员也会出来制止。对啊。结束亲子馆行程，下一个地点也是我在台北生活最熟悉的场所之一——北投市场。一前一后坐上我的带娃脚踏车，熟门熟路穿过几条小巷子，就看到一片人声鼎沸、热闹非凡的人间烟火。2颗60，2颗60啊，是这个10啊。我非常喜欢的北投露天市场，空气中混杂着油烟与食物香气，吆喝声伴随着嘈杂的人群声。
虽然听起来会有点吵，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人间最真实的日常与活力。没想到慢慢的在人群中移动时，还碰到了一位认出我的观众。你是那个哥哥？哎，是，你好，你好。分别人长得很快，是，真的长得很快。来哦，好高兴哦，看到你。好巧，谢谢。你也买菜啊？对，我住在石牌，可是这边比较便宜。哦，对，这边很便宜。刚来台湾的时候，还没有跑传统市场的习惯，保持着和在上海时一样会去大超市买菜的做法。家乐福、全联都是我的采购点。另外也会担心传统市场讲台语比较多，会有语言障碍。还有就是许多年轻人，暂时把我归类为年轻人吧，会对于不全是明码标价的菜没有安全感。比如一条鱼问下去，被告知一个高价后，买有点下不去手，不买有点拉不下脸。后来跑了几次，发现商家也不一定要说台语。至于价格，我现在几乎不看标价牌都能大概知道一些常买的价格了。来到我最熟悉的摊位前，买齐下一周晚餐准备煮的蔬菜的同时，也让他们感受一下市场的氛围。接着就要回去打发他们的午餐了。买2条。玉米、青豆、cheese、牛奶，再加一点盐，撒上一点白芝麻，再加上一点柴鱼片，一份我们家小孩最爱吃的意大利面。下午过得很快，吃完午餐，睡醒午觉，起床后再要出去放些电，会选择附近的公园或学校。一通旋转跳跃消耗精力后，周末的晚餐就选择在外面打发。最近很爱吃小火锅，台湾的小火锅，店面小小的，一人一个锅，不会有繁多的锅底选择，复杂的调料组合，重在原味以及平价，通常200-300台币一位。锅底包含一份鸡肉或者猪肉的套餐，会有一些不同的蔬菜和丸类、饺类，另外可以加点一些想要的菜，有如家常的菜式，烫完的菜配饭，是很满足的一顿。而这样的小火锅，通常会有畅吃的饮料和冰淇淋，是小朋友还有大人都很喜欢的一个乐趣。这就是我们一家的一个普通周末，没有刻意安排的行程，有的只是在市场、公园与火锅香气中堆叠起来的日常。这份平淡就是我生活在台北最真实的模样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日常记录，记得帮我点个赞哦。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再会。